她是魔王织田信长的妹妹，出身显贵。她是赫赫有名的前景三姊妹之母，血脉横贯战国群雄与皇统，影响延续至今。她无力选择生的命运，却义无反顾地决定了死的结局。她的美名穿越战国烽烟长存，她就是日本战国第一美女阿市。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的风流志浮生思，结束一轮又一轮，终须一个土馒头的战国第一美女阿市。阿市出生于1547年，同时期我们这边是明朝的嘉靖帝，就是那个20几年没上朝的皇上。信长是嫡子和继承人，阿市是庶女，自小在织田家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其教养、衣着、行仪均属上乘，被认为是当时最具有能代表织田家政治联姻资质的女性之一。阿市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在织田信长安排的她与前景长政的联姻时，时年20岁。对于一个资质容貌均属上乘的贵族女子来说，不太合乎常理。当时的日本庶民的平均寿命才30岁，武士的是42岁，贵族和平民的寿命有着显著差异，但综合来说，人口平均寿命仅35岁上下。贵族女子多在13至18岁之间成婚，婚姻不仅为生育，更是家族与权力的交换工具。明代中国的平均寿命也是差不多的水准，同样是早婚早育，不论是名门之女还是出身寒门，都被早早地安排进入婚姻，为家族争得地位与联盟。因此，根据阿市出嫁的年龄来推断，她很有可能在长政结婚前还曾有过婚配或早寡，也可能因政局改变、旧门解散而婚姻作废，更有可能她曾短暂成婚，未被记入正式家谱。这里并没有结论，但她异于常理的初婚年龄的确值得玩味。织田信长和前景长政联盟为的就是上洛。什么是上洛呢？上就是往高处进发的意思，就像上朝、上京一样，带着尊敬与朝觐的意味。而洛是京都的雅称，京都的城市规划仿自唐代的长安和洛阳，雅称为小洛阳，所以上洛就是去京都，更象征着政治上的晋升与野心。织田信长并非战国时代首位试图上洛之人，但却是首位真正完成上洛并奠定基业的成功者。此后能够重演此举的也只有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而失败者如武田信玄、上杉谦信、金川义元，皆在通往京都的道路上折戟沉沙。由此可见，上洛既是战国政权的最高战略目标，也是最为艰险的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就谈谈信长为什么要和前景长政结盟。1567年，信长完成对美浓的统一，击败小舅子斋藤龙兴，正式接收岳父斋藤道三遗留下来的领地。他随即将大本营由尾张迁至稻叶山城，并将其改名为岐阜。同时，他透过后来成为其杀身之祸的明智光秀，与流亡中的足利义昭取得联系。当时义昭正广发书信，寻求天下大名协助其上洛复位，但多数大名或受制于局势无力响应，或不看好这位落魄的足利公子，无意出兵支持。唯独信长敏锐察觉其中潜藏的契机，迅速回应，着手筹划拥立义昭上洛，并推举其成为第15代将军，开启天下不武之路的第一步。为了实现这一战略部署，织田信长急需一条从岐阜直通京都的稳定军事通道，从那里出发前往京都要经过南静江，所以一开始信长是和六角义贤提出结盟，但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便转而向六角的宿敌北静江年轻有为的前景长政寻求结盟可能，意图通过支持长政剿灭六角，好为他扫清上洛的通道。
常震经过多方权衡，在父亲和家臣的竭力反对下，力排众议，接受了信长的联手邀请。据说信长听闻后大喜过望，于是作为结盟的实质性操作，信长便将阿市嫁给了长政。果然不久之后，前景长政便协助信长成功扫除了南近江的六角势力，为信长打开了上洛通道。织田军进入京都，信长以武力拥立足利义昭为第15代将军，正式奠定了自己掌控政局的地位。当时的义昭甚至称信长为父，形同傀儡，而信长则成为了实质上的幕后主宰。朝廷的命令、公文的诏书全按照信长的意思起草，义昭只是负责盖章，这无疑是信长版的挟将军以令大名。只是如果不是后来的本能寺之变，信长基本上会毫不犹豫自立为将军，一统日本。在信长与长政结盟之前，两人素未谋面，仅闻其名。长政自年少起便已展现出不凡的实力，年仅16岁时，他便在家臣支持下逼退父亲久政，继任家督之位，以非凡的魄力掌握前景家实权。此后还在兵力较小的战役中击退六角义贤。在为人方面，长政待人有仁义，守约讲信用，尤其对女性更是温柔谦和，因而素有仁义之士的美誉。处于血雨腥风的战国时代，能将智谋、威望与仁德兼备一身者并不多见。和长政的结盟和联姻是信长上洛继而问鼎天下的起点。因此尽管按照当时的惯例，婚礼费用应该由男方承担的，但信长仍然主动支付了全部花销，以此向前景家表明自己对这一次结盟的重视和诚意。婚后初期，阿市与长政的关系和睦融洽，长政待他十分敬重，夫妻情感深厚。第2年，阿市便诞下长女茶茶，隔年又生下次女阿初，两人之间可谓情色和谐，恩爱非常。然而前景家在与织田结盟之前，早已与越前的朝仓家缔结数代同盟，关系深厚。长政的父亲前景久政与部分家臣对于与信长结盟一事始终心存戒心。在这样的氛围下，阿市并未完全被接纳。她虽为长政之妻，但更是信长之妹，往往受到了暗中监视与提防。这样的处境并非阿市一人所有，这是战国时代的武家女性在政治联姻体系下所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比如明智光秀之女绝世美女细川玉子，在父亲败亡后，虽得夫家庇佑，却也因为是叛徒之女的身份，被幽闭于郊外数载，与世隔绝。小说里织田信长的正室龟蝶，在出嫁前曾被父亲斋藤道三送上一把匕首，吩咐他观察信长是否真如外界所言那般是个违章大傻瓜，若真如此，便可以一刀结果了他。龟蝶却回忆一句：如果他不是傻瓜，或许这把匕首将来会反刺父亲您的胸口。从这些例子便可看出，在战国时代，女性的婚姻也是一个暗流浮动、没有硝烟的战场。话说信长成功上洛之后，架空将军的行为令朝仓义景这位曾经错失上洛时机、崇尚雅致的大名极为反感。所以当信长以将军之名召唤义景上洛时，他便断然拒绝。于是信长并决定发兵征讨，正式将矛头指向了越前朝仓家。另一方面，织田和前景家之间也逐渐转变成了主从关系，前景家在实际上已经沦为了织田体系的附庸。信长对朝仓的军事压力，对于朝仓有传统盟约的前景家而言，无异于逼宫。如果帮助织田讨伐朝仓，前景很可能重蹈六角氏被逐出晋江的命运。不论是出于对旧门的忠诚，还是对新贵的权力之恨，最终的抉择都是走向那场背叛。
长镇与阿市婚后第3年，信长在金崎准备迎战朝仓军时，前景军突然从背后发动攻击，让织田军腹背受敌，情势千钧一发。这场被称为金崎大撤退的战役，让信长差点被包了饺子，可谓是信长生死存亡的一刻。据说信长因过去对长政的深厚信任，初闻长政倒戈时还以为是假消息，惊觉遭遇长政背叛时已陷入几乎全军覆没的危机。所幸当时还教育柴秀吉的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拼死掩护，才让信长杀出重围，死里逃生。还有传闻阿市曾派人送去装豆子的双节袋，暗示兄长会遭到2头伏击，试图给信长通风报信。但这段记录是后人的艺术创作，史料并没有证实。按当时阿市的处境，他不太可能知道任何军事情报，更何况是针对织田家的。总之，这次战争维持了3年。信长先集中兵力灭了朝仓家，随即掉头南下围攻小谷。小谷城位于北近江高地，3面悬崖，易守难攻，成为长政最后的根据地。1573年，阿市与2个女儿一同被困于城中长达3年。在此期间，他和长政又有了第3个女儿。我们无法揣测当时阿市身份的尴尬，但至少说明阿市没有被长政孤立。同年，作为北近江最后屏障的小谷城，终于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的孤立状态下走向崩溃，城破已成定局。信长一方面忌惮长政的赴死决心，一方面又念及阿市与3位外甥女的安危，早在攻城前便下令妥善营救。长政劝说了不愿离去的阿市，带着3个女儿撤离，最终母女4人自城中安全交由时任前线主将的丰臣秀吉接应安置。长政送走妻女后，返回小谷城本丸，现在城内的小谷寺与家臣诀别，随后切腹自尽，年仅29岁。城破之后，长政的首级被送到了织田军本镇，他的父亲久政已先几天自尽。信长将前景长政、朝仓义景等人的头盖骨涂以金漆，制成头骨碑，在宴席中装上了点心展示。更残酷的是，年仅9岁的长政之子万福丸被信长下令处以折刑，这是让人钉于十字架、活活处决的极刑，通常只用于重犯。阿市身不由己，终究无力保住夫家骨肉。从此之后，阿市母女便沉寂了整整9年。这场战争对他们而言，可想而知，是不可能愈合的伤口。9年后的1582年，明朝传位到了万历帝。那一年，张居正死了，而日本历史则迎来了转折点。织田信长在本能寺夜宿，遭部下明智光秀突袭而死，天下大乱。丰臣秀吉迅速起兵讨伐叛将光秀，并主导青州会议。会上，作为5大佬之首柴田胜家对于秀吉专擅大权深感不满。为了安抚胜家，平衡内部势力，阿市被再度作为政治棋子，在35岁时嫁给了年近花甲的柴田胜家做继室。在婚后，阿市带着3位女儿迁至胜家的越前北之庄城。据柴田家臣与侍女们的记载，阿市虽已年过30，却依旧拥有如20岁般的姿色，肤白如雪，神情静雅，风采不减当年。信长身亡后，权力真空迅速扩大。短短1年，丰臣秀吉与保皇派的柴田胜家之间爆发了僭越之战，胜家败退北之庄，城县已成定局，织田家的天下梦从此落幕。胜家劝阿市带着3个女儿出城见丰臣秀吉，以保全自身，因为秀吉肯定会保证他们母子4人的安全。但阿市坚决选择了和夫君胜家共赴黄泉，理由是不想再一次失去丈夫。对于阿市的选择，历史说法不一，
大河剧常常演绎的缘由是阿市极其厌恶和轻视出身低微的丰臣秀吉，不愿日后落入丰臣家寄人篱下。这里我想谈谈我的看法，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场景太熟悉了？是的，阿市所在的居城又一次城破了。从理智上来说，作为一介女流，身处战国的阿市最多也就是政治联姻的筹码。在这种浓烈的时代背景下，聪慧如她不会天真到一开始就做上夫妻俩琴瑟和谐、相爱终老的美梦，但真性情的常震却意外地给了她这份奢望，这是何等的难得和可贵。然而一朝夺去，已成沧海。我相信阿市心中最美好的回忆和一部分的自己已随着常震而逝。我相信常震的死是自小古城城破以来对他来说最挥之不去的梦魇。我们可以想象他要花多长时间来治愈这种午夜梦回的内心煎熬。或许这种昨日尚是枕边人，今日已成杯中骨的创伤早已千回百转，无法愈合。这是怎样生死离别的悲苦，我们旁人无法体会。如今在北之庄城是阿市经历的第二次城破，但无疑是噩梦重现的二度伤害，是对阿市从心理上的毁灭性打击。阿市或许无法承受这种噩梦再次重现所带来的心理冲击和压迫。我相信他和60岁的盛家不太会在短短的1年里培养出足够的恩爱，但与夫共死又何尝不是最快最体面的解脱方式。阿市心中似乎对活着已经感觉到没意思，没意思到可以抛下3个女儿赴死。也许自己的结局终究应该是这样的，否则命运又怎会用轮回的方式来到自己面前？或者这也是他的一份无言的声明。他同常震结婚时郎才女貌，被许配给盛家时并没有人为他考虑过。哥哥信长死后仅仅1年就把他逼到这份田地，出身武家而又聪慧如阿市，也该有一份同等的气性。一边是再次幸存后无尽的煎熬与漫长的寄人篱下，另一边则是结束一切与命运对视后的平静离去。所以我觉得阿市的选择既是疲劳至极的了断，又是冷峻和勇敢的自爱。这不是一妻之争，而是一位女子终于向命运低声说出了够了。阿市于死前有留有这样的辞世诗，意思为本已短暂的夏夜，杜鹃的笛声更催人离别。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种宿命感？淡淡的，也几乎没有太大波澜。大家是怎样看待阿市当时的选择和心境的呢？请在留言中告诉我。阿市的3个女儿后来成为了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姊妹，前景三姊妹。这个名号虽不如他们的母亲阿市的战国第一美女那么响亮，但在历史上的实际影响却远远超过了阿市本人。而巧合的是，无论名字还是象征意义，她们都恰如中国近代的宋氏三姊妹。在之前我做过的关于前景三姊妹的影片中，已经详细介绍过她3个女儿的各自人生经历。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可以移步前去观看，这里就不赘述，只做一个简单的概括。长女茶茶在17岁时成为52岁的丰臣秀吉众多侧室之一，她先后诞下秀吉的2位继承人，最终地位与正室宁宁分庭抗礼。秀吉死后，他代替年幼的儿子实际执掌政权，成为丰臣家最后的实权人物。大阪之役中，他与儿子丰臣秀赖一同自尽，为战国时代最后的大战画上了句号。次女阿初嫁给表弟荆棘高次，荆棘家出生于室町将军时代的旧贵族世家，祖先曾是足利幕府的左膀右臂。阿初婚后居住于小滨城，性情端庄，常在德川与丰臣之间斡旋调和。
他曾在大阪东之阵中成功促成和谈。姐姐茶茶去世后，更是出面庇护丰臣遗族。阿初与阿江姊妹情深，也成为德川幕府与金吉家的外交桥梁。三女阿江23岁时已是育有一女的二婚守寡妇人，却三婚嫁给了年仅17岁的德川家康的继承人德川秀忠，也因此得以成为江户幕府的将军夫人。阿江育有8名子女，她的后代里包括了历代幕府将军、3位皇后、2位天皇，由她一人使得德川、丰臣、织田、前景4大血脉融入皇室，一直延续至今。阿市曾经拥有女子一生中所能企及的所有珍贵之物：良好的教养、过人的才智、倾城的美貌、显赫的出身、真挚的爱情和膝下的子女。可即便如此，身处战国乱世，仍被命运夺走一切。他的荣耀与悲苦并非出于个人抉择，而是被置入历史巨流中的一叶孤舟。我们时常唏嘘红颜薄命，却又可知和平几多珍贵。若得岁月静好，何须战国第一美女之嫌？正可谓红颜未必薄命，命运真正薄情。谢谢观看本期的风流志浮生思，结束一轮又一轮，终须一个土馒头的阿史。请点赞关注我，或者在评论区留言发表你们的观点，让我们下一次在风流中再次相见。